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恐怖经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发生在办公室。好，那在介绍恐怖怪谈之前呢，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哈。假如你有订阅我那个123够冲绳啊那个的朋友哈，那这礼拜六的影片可能会暂停一次。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礼拜五，日本的 YouTube 又来了。那日本的 YouTube 是贫穷中年男子又来，他们要来台湾继续拍鬼，那所以说会比较忙。那接下来呢，礼拜六呢，那个罗岛那边有个特别企划，那我要过去帮他们，所以呢，这礼拜的影片不知道对啊，应该会很难生，下礼拜有可能会很赶。好 ，OK， 没有关系。那先回到怪谈这边。今天我要介绍这则故事呢，其实他们是发生在办公室算是一个新的一个区域吧。那其实你在像说一些什么重划区啊、新的地区啊，你假如知道它之前的前身是什么的话，或许你会比较心安理得，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你知道这个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的话，那你觉得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即便他们要发展这个区块，就算很多都迁走了，你觉得还会不会发生事情？就好像我们的辛亥隧道上面以前全部都是坟墓，对不对？好，那至于今天这个人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这个故事是我在前公司办公室里的亲身经历的2次灵异事件。我们公司所在的区域过去是2战前建于1930年代的旧机场跑道，到了1960年代，因为在附近的岛上建设了新机场，这里便被废弃了。这片土地大多时间都空闲着，直到后来被改建成商业园区。我曾听说，在日军占领的时期，这座机场曾被用来当作乱葬岗，战争中的死者遗体就地被掩埋。如今这片地区已经盖满现代大楼，但随着每栋新建筑的落成，也总会出现新的灵异传闻。有一次，甚至在地基开挖时挖出了2战时期的炸弹，导致周边办公室全数疏散，好让军方处理这些爆裂物。即使这些建筑物都很新颖，但人们仍会目击深夜走廊里有小孩子奔跑的影子。值夜班在休息室小睡时看到幽灵，以及在空荡荡的办公区里感受到无形之手的触碰。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栋最早落成的大楼的1楼，自然也不例外。我第一次比较轻微的灵异经历发生在我们的公共会议室。白天那里被用来开会、办讲座，但下班就会变成游戏室。我和几位同事，像是我在另外一篇故事当中提到的 Eden 和 Javin， 会在星期五晚上聚在这里玩桌游。那天我们玩了几个需角色扮演的桌上游戏，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将近午夜，整层楼只剩下我们一群人。为了省电，我们关掉了其他区域的灯，只留下会议室的灯光从磨砂玻璃洒进走廊里。之后我们又连上了 Switch 打电动，一直到凌晨2点多。我坐在靠近磨砂玻璃墙的位置，背对玻璃，而Eden 坐在我对面。我们正看其他人在玩，突然我听见右侧远端的门咿呀一声打开。就在同时， Eden 也转头看向门的方向，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他问：你刚刚有看到吗？我回说：没有啊，但我听到门打开了。怎么了？我右边的视线被隔板挡住，看不到门口。我以为有人会进来，但什么人影都没看到。Eden 说他看到一位穿白裙的人从门缝探头，然后迅速关上门，转身离开。他没看清楚脸，但很明显看到白裙随着动作飘了起来。我们当晚的确只有我们几个在场，也没有人穿白裙。如果有人经过玻璃外走廊
应该会在磨砂玻璃上看到模糊的影子啊。Javin 他们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整个气氛瞬间安静下来，仿佛大家都察觉到空气中有了异变。我们马上决定打包回家。第二次的经验发生在平日的晚上，我因为有报告要完成，便留下来加班。我的位置是一个独立办公区，需要额外的指纹验证才能进入的。那晚，我先跟几位同事出去吃晚餐，回来后大家陆续的离开，不知不觉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老实说，我原本以为会像往常一样，还有其他人在加班，但那天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走得特别的早，这让我心里开始发毛，因为这区本来就常闹鬼啊。以前曾有一位同事半夜留下来加班，结果经历了什么事，吓得他直接拔腿冲出办公室，连东西都没有收拾，隔天才回来，还被主管骂了一顿，因为他没有打卡，也没有关电脑，更没有关冷气。还有同事报告过，在我这区听到没有人的办公桌传来打键盘的声音。我自己也曾闻过类似丧礼才会出现的花香，但附近根本没有花。那晚我正在认真的打报告，突然一阵冷意袭来，手臂上起满鸡皮疙瘩，我感觉背后有东西。我故作镇定的说：嘿，我只是加班而已哦，心里则默念着拜托不要来烦我。结果我感觉有人一根一根的把我的头发挑了起来，我整个人当场吓坏，勇气瞬间崩溃。我喊好了好了，我回家，赶快站了起来，把笔电锁进抽屉里。惊魂未定的我居然还记得关掉冷气，然后才冲去打卡。一路上还是鸡皮疙瘩不断，幸好灯的开关在出口旁边，我最后一刻才关灯，迅速离开。隔天我回到办公室，装作没事的把报告完成，一天都风平浪静。说真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加班到深夜了，就算报告没交也不管了。好，介绍完今天这个经历，我必须说，它其实是发生在菲律宾。它这故事当中好像没有去介绍说它发生的国家，那其实它发生在菲律宾。那菲律宾人其实也是蛮怕好兄弟这种东西，因为他们信天主教，天主教其实是有恶魔跟鬼的传说哈。好 ，OK， 那其实说真的啦，到办公室哈，我有大概类似过的经历啦。为什么？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从菲律宾回来之后，我有去一家公司上班。那个时候我上班的时间是比较晚的。那我通常是上小夜班嘛，那我通常会到2点或3点。那其实就算有人加班，他们基本上到差不多9点、10点或者是11点，他们就会离开了。那当然会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公司嘛。那其实当人走了，然后公司的空间其实还蛮大的嘛，对不对？那其实你把灯关了，那个氛围确实还有一点恐怖哈。那其实我这个部门还有一个女同事，那因为我们是轮流的，然后呢，她一个人在上那个时间的班的时候，她的那个所有的东西都会做得乱七八糟，然后主管看到都会说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她最后回答说，因为晚上公司怎样，因为我们那栋大楼其实还蛮旧的，她就很害怕等等之类的，说东西就赶快弄，赶快下班这样。那就像刚刚传说当中有什么东西不管，就这样跑，冷气不关，灯也不关这样。那我个人其实还蛮 enjoy， 就是很享受在那个地方上班时那个氛围。我会怎么样做，你知道吗？基本上那个女生在上班的时候，她会把整个办公室的灯全部打开，然后呢，我会把灯只留到剩下我们那个部门，让我看电脑的时候比较方便。这样子，那大家都说我有点怪怪的。结果过没几年之后，我开始做了这些东西，大家才发现说，原来我胆子就是这么大哈。好 ，OK， 那其实，在办公室上班，我必须说，因为商业大楼跟住宅大楼本来就不同嘛，那种氛围当然自然而然也不同嘛。那当然有些公司人家会比较晚才下班，所以你有时候会听到声音，有可能有时候是心理作用，但有时候何尝不是呢？因为说真的，他那块土地本来就是有问题嘛，对不对？要是乱葬岗角，有没有好好处理的话，那这些冤魂是不是会在这种地方徘徊呢？我记得台湾好像也有类似的嘛，像我们君悦酒店好像也是类似，下面的土地没有很干净，然后后面好像有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吗？
好，OK，我是够商的启明，那今天影片就拍摄到这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이어서서